第5代途胜 L 和途观 L 虽然都是途字辈的，且名字只有一字之差，而且两个车在品牌上呢也是半斤八两，品质上更是平分秋色，但是价格和配置却相差甚远呀。所以究竟应该怎么选呢？我觉得应该选第5代途胜 L。有人会问了，凭什么呀？别着急呀，咱们接着往下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多数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第5代途胜 L 的官方指导价格呢在16.18万元至20.18万元之间，而途观 L 的价格呢却在21.58万元至28.58万元之间。从价格上来看呀，第5代途胜 L 的质价比更高，而且同样是顶配车型，途观 L 却贵出去了足足8万块钱呀！咱拿这8万块钱去鹤岗买房子，能买8套，它不香吗？不过看到这儿啊，我相信一定会有键盘侠来质问我了。哎，你怎么不拿奔驰 A 和宝马5系来对比啊？价格差距这么大，它根本不属于同一级别好吗？朋友你别走哎，我给你上个表格，接下来咱就看看这两辆车它到底算不算同一级别。通过尺寸对比，我们发现两款车真的是不相上下，并不是金庸小说里的胖头陀和瘦头陀那样差距悬殊，反差巨大。动力方面，途观 L 虽然大多数车型都是 2.0T 的动力，但是也有一款 1.4T 的车型，售价达到了21.98万元，比第5代途胜 L 的顶配还贵了1.8万元。从以上这两个方面来对比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去纠结到底应该买第5代途胜 L 还是应该买途观 L 了。从颜值上来看呀，把这两辆车摆在一起，那简直就是韩式小鲜肉遇见了德式中年大叔的即视感。第5代途胜 L 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看看它。比如全部经过熏黑处理的前格栅，两侧安装有音译 LED 隐藏式日间行车灯，这个设计啊在市面上非常少见，如果不点亮车灯，基本上和前格栅是区分不出来的。像这种无边界的设计理念啊，近些年在高端酒店的设计当中时常被应用，而这一次呢，第5代途胜 L 将这个概念用在了汽车设计上，为的就是与平庸划清界限。除此之外，第5代途胜 L 首次融入了参数动力的设计主题，棱角分明，就像是来自于未来。说了这么多第5代途胜 L， 那途观 L 在颜值方面怎么样呢？就是很大众。回顾这些年 SUV 车型啊，在市场的占有量，我们就不难发现，消费者对于空间的需求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汽车的发展历史。而随着2胎、3胎时代的到来啊，消费者对于空间的需求将再一次被放大。从刚刚的表格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第5代途胜 L 在尺寸方面呢，无论是宽度和高度，都比途观 L 略胜一筹。基于这一点呢，将会给后排乘客带来更多更舒适的垂直与横向的空间余量。如此一来啊，即便是前排乘客放开坐姿，后排的小伙伴依然能够自由舒展。再来看途观 L， 车内空间和第5代途胜 L 不相上下，但是后备箱方面啊就有所不如了。第5代途胜 L 的第2排是可以一键放倒的，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1904升的纯平储物空间了。途观 L 最大呢也只有1708升。说起配置啊，一般大家都会跟价格一起来对比。第5代途胜 L 的顶配车型的价格呢，要比途观 L 280 TSI 的智享版还要低 1.8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呀，第5代途胜 L 在配置方面依然胜出。第5代途胜 L 拥有同级最多的23项 ADAS 智能辅助功能，可以达到一个 L2+ 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水准。比如说同级独有的基于导航的智能巡航控制，它呢是以地图为基础啊，可以识别限速区间和限速信息，而且啊车速降下来之后呢，还可以恢复原车速。另外在弯道时呢，它还可以自动确认道路曲率，以最佳速度来减速。而途观 L 在这方面有哪些配置呢？我没有。第5代途胜 L 还有高速公路驾驶辅助、前方防碰撞辅助、后方交叉碰撞辅助。而途观 L 又有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另外，第5代途胜 L 还配有 10.25 英寸的仪表盘、10.4英寸的中控屏，还有无线充电、盲区监测、远近光自动切换、360度全景影像、安全下车警告等等这些功能。
哎，我可没同意和你比啊，你自己玩吧。这么一对比啊，途观 L 与第5代途胜 L 在配置上的差距可不止5年呀。你好，北京现代，给我播放一首那英的。第5代途胜 L 呢，还有蓝牙钥匙和远程控制功能，不仅可以用手机来解锁车门，在炎炎的夏日啊，提前启动空调，让车内有一个凉爽的乘坐环境，这个好处真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吧。现在呢，我们开上第5代途胜 L 来聊一聊它在动力方面的表现如何。这辆车呢是基于 iGMP 平台打造的，并且搭载了全新一代的 Smart Stream 动力总成系统，可以发挥最佳的动力性能。它采用的是 1.5T 的高功率发动机，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器，并且它采用了全球首创的 CVVD 技术。可千万不要小看这4个英文字母啊，翻译过来呢就是连续可变气门持续期技术，这可是咱们汽车行业中里程碑式的技术进步。它的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据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是定速行驶或者是加速行驶等不同的行驶条件，合理的去开启气门的持续时间。这下啊就根本不需要在性能与燃油效率之间做妥协了。数据显示啊，在这项技术的加持下，发动机性能提升了4%，而燃油效率呢提升了5%，尾气排放量减少了12%。对于日常驾驶来说啊，可以真正的做到性能强并且油耗低，这不正是我们消费者想要的吗？而途观 L 呢，搭载的是 1.4T 的发动机，同样匹配的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但是啊，在刚刚的动力表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无论是最大功率还是最大扭矩，都不如这台第5代途胜 L。